饭，中午吃过了。好，那厨房人员也一起进来。我要吃什么，大家就进来。好大哦！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我是第一次面对男众，平常都是女孩子站的嘛，有没有？今天你们在那一边吧。OK， 我看的 OK 吗？吃了漂亮。进来了，现在要怎样啊？看一看就行了哈。好大的地方啊！在台北能住到这个地方，真的很了不起了。师傅帮我们留这个地方。有吗？我们5年前在这边供销酒，后来离开了，在这都没有。所以现在又回来。谢谢师傅。大概是本来是你们的吧，没人能站哈。5年都空了哈。哇，这边好换哈。平常都每天都有人来共修啊。今天不是共修时间嘛？今天是吗？今天是。我们这边每天共修。不去工作。每天晚上有共修。OK。我们平常是6点半开始，那现在还有一些人还没有到。对呀，6点半呢。刚好哈。Very good. I'm very happy for you. 表示说有修行，有认真。OK， 行了，这物质方面而已了。那边也要多修不是来做一做，然后习惯又做不行的，就跟吃饭一样，睡觉一样，做久就会习惯，就认为就是这样来一来而已，根本没有专心啊，没珍惜啊。你们好好那边修行就好了外面不要管他那么多了 ，OK？ 我喜欢比较偏僻的地方，比较没人那种地方。不过你们这边好好，有东西吃在下面啊。怎么能够给那么多人够吃吗？够。你吃的是什么？米粉啊。什么？等一下可以看看。师傅，我们有准备。有看到整个那个很大的桌子。不过谢谢，我中午吃过了。如果中午不吃，晚上才吃一点。如果有空，懂吗？没有空，就等明天中午还来得及吗？你懂吗？有时候这样看情况啊。今天中午有吃了。所以谢谢大家，你们自己用 ，OK？ 师傅来看你们而已 ，OK？Thank you。吃饭也是要负担哦，不是钱的问题而已，就是业障哦。你们吃的话很小代价师傅吃什么都代价很高，规矩是这样。如果我有空会念出来给你们听，当名师要干什么的，因为有好几个想当名师，他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了，了解吗？如果我念出来那个名堂，也许不敢了，情也不敢了，懂不懂？可以就是看到师傅，每次看大家了。如果不骂一骂就笑一笑，然后就没事该了，不是这样的，懂不懂？那边很多事情发生的，看一个人而已，有时候9%多了业障了，懂不懂？额外的还要回去要洗20几分钟、30分钟，除了打坐每天要6个小时以外，如果看人我讲不完了。比方说一心像1000人左右要2、3、4个月。要洗业障，每天要7、8个小时，如果能够的话，
当然不能啊。然后就中间的时候，别的业障也来，来不及洗啊。而且嘛，还要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不能做那么多小时洗的，而且要等2-3个月才洗得完。在中间业障还是要背的，听懂我意思吗？一定就这样子，不是说，没事出去就叫香笑笑，然后跟大家开玩笑，每个人笑歪歪讲，不是那样的，那个是外面一点点动作而已，当然是很辛苦。而且如果你没有好累劫的福报的话，你上台讲经一两句就已经倒了，听懂吗？还不要算到硬性的，因为来不及洗了，所以才用前世的、累世的那个福报来洗。然后如果不够的话，其实也不够的，有时候，够是够了，不过还是会有影响的，身体呀、懂不懂？精神啊，不同的方面。OK 吗 OK， 现在快到9点了哈。没关系，要回去了。没关系，没关系，整天工作了呢。没关系。还有来这边做呢，就蛮认真的。I'm impressed 。这边台湾比较重男哈，海南州最前面哈，我同意。好久就没看到男孩子在前面了，都是女孩子占了2/3了，懂吗？男的我是挤在里面，很少看到男孩子。为什么男孩子修行那么难呢、所以叫男孩子好。那我们改良好了，文顺不叫男，我们叫大丈夫吧OK， 看几年了。我本来想走了，然后跟他说我上来看看我们准备给师傅租个房子走一走嘛，我又不能说 no， 我就上来做一个有臭豆腐，很难 say no， 好久了没有吃臭豆腐嘛。真的会诱惑的，因为平常我如果吃中午 OK， 吃中午吃好的，就晚餐就不吃了。真的，一天一餐可以的，懂吗？我自己是好的能量，真的是这样，也不用那么严肃啦。有时候如果身体不好，因为这佛经也是这样子，怎么说呢？平常和尚一天吃1餐而已。而且呢，释迦牟尼佛的和尚1天1餐，除了拉胡拉，他的儿子就有一次抱怨说我那年轻的肚子1天1餐受不了，然后佛还是在那边教训他一大堆的，就真的像一个爸爸一样，说你这个人看看这个房子是做什么了？
他说这个是用洗澡的，啊，懂吗？以前和尚都没穿鞋子，一进来要洗澡才进来道场啊。然后释迦牟尼佛就问他，那个盘子平常用洗澡的，能不能用来喝汤啊、吃东西呀？啊，他说不能啊，不能，这个用途是不一样。释迦牟尼佛就是说，你就要像那个样子，就不能用在比较更高雅的地方，所以你要当好一点的徒弟了，懂不懂？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然后就随便懈怠，到这样呢，好严格哦。还好我们不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晚餐可以偷吃。哦，因为释迦牟尼佛不知道臭豆腐了。他如果吃一下的话，一定也说我会再想吃的。因为我以前刚来的时候，一经过那个刚来台湾了，我经过臭豆腐，哦，这什么东西？我就赶快把迷路了，把我塞进来给我。跑得好快好快，跑原来你就忘了。Oh my God, what is that they're eating? My God, what is it that they're eating? Taiwanese people, what kind of thing they're eating? 所以好几年都不吃的，懂不懂？连去纽约回来，然后等等去印度回来也不会吃的，好久了，已经有徒弟也不会吃。就有一天我去闭关，刚来就没东西吃了，没带东西来，然后他们就带来一人一包那个臭豆腐，在塑胶袋里小小包，看起来很善良，懂吗？因为看起来是一点点泡菜嘛，然后那个几个那个三角形那个黄黄的 ，OK， 看起来像煎那种加那种豆腐一样，刚好肚子饿嘛，走路已经很久了，在山路那边就要走路才能进去，不能够开车进来啊。然后他们就骗我，一边讲话一边吃啊，然后我就吃，我没想，没闻到，讲话嘛忘记了，然后吃下去，哦，吃那个以后就喜欢了。本来做一做，然后就走了。结果他们说你们还会来的，总理的中心也赶过来，所以我就不忍心了。然后有那个借口就吃臭豆腐。不过平常晚餐吃的比较不大好了 ，OK。如果要吃的话，就多练武器了，回去多打坐了。是我跟你讲。会从那个差不多半夜啊两三点，大概2、3点以后到2、3点中午啊，就是那个阳的时间嘛，然后那个以后就是阴的时间，这个是给那个否定的力量做主的，然后大家回来晚上也是累了，懂不懂？然后那个压力比较大，那否定力量也比较强，所以我们还好有观音法门，吃的可以回去洗，懂吗？多观音观光洗一下。不过你们平常的人吃东西的话，就代价没那么高了，名次的话，哇，很高。你们吃的话，比方说就有那个1不是2%，那个业障而已，懂吗？难免啊，人家种菜啊，他们也有业障，我们也承担一点福报给他们，不过很小。当名师的话，哇，他们开价很高，所以如果吃太多就不行了，你懂吗？也可以啦，就后面要打出很多就对了。不过名师本来要打出6个小时了，最少了，懂吗？当然最少的，然后还要替徒弟打坐多一点，然后出去外面要回去要多打坐一点，什么都代价很高就对了。有时候
我跟助手讲话1个小时而已，也是很多 percent 业障，听懂吗？那规定是这样的，普通的人是没关系，没有那么多。那个住户那个女生，她故意这样子，懂不懂？那个代价很高，所以平常那个吃中午就够了。我是平常1餐就 OK 了，过了中午就吃饱了就不用了。晚上今天都不饿，就不想吃。比方说讲，昨天也是这样的，前天也是这样，懂不懂？你会怎么想吃？不过可以吃呢，奇怪。不想吃没关系，吃就可以的。所以我们吃饭呢，或是做多数东西都是习惯了，然后又被那个外面拉拢嘛，诱惑而已。如果我早一点回去的话，就回去可以打坐睡觉了。结果我说 OK， 我做2分钟而已，结果就到现在还在。不是那样子而已了，等一下回去整个晚上要打坐洗这个臭豆腐，因为已经过了时间了，懂不懂？过那个肯定时间也是，然后我还见大家那么多，哇！等一下明天、2天、后天，哇！如果来不及打坐的话，会出问题，懂不懂？内边外边都出问题。我要跟你们讲，吓坏你们，你们本来都想当名师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不敢吓坏你们。有空我再念一个历史，给你们知道，当名师是怎样的，懂不懂？动不动就业障，看谁都有业障。出去外面吃饭，回去又打坐几个小时，懂不懂？比方说出去外面，自己的饭馆还是一样，懂不懂？不是说外面的饭馆而已更糟糕。外面饭馆有时候他们说他们洗干净，不过没那么干净了。我还会闻到那些鱼啊、肉啊那些味道，那个盘子，即使洗在机器里面了，热度已经100度的那个热水啊，还有肥皂什么，还是会有味道的，懂不懂？那不过味道是不是糟糕了？业障还留在那里，你能不能想象鱼的味道而已，还留在那个盘子里面，然后四周围洗那么干净了，何况业障呢？就看不到而已，懂吗？所以出去就回来就很辛苦了。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免费，没有什么你能欣赏或是觉得好的东西是免费的，代价很高，听懂吗？是普通的人或是普通修行人还 OK 的。这当位名师哇，他不让你欣赏任何东西，了解吗？是内带到底的才行。你不要你就走了嘛，就是这样，了解吗？你不要你就不用回来，你用过来。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地方，我们有自己规矩，谁叫你下来？懂吗？就建立好了，规定好，听懂吗？你不下来就算，你下来的话要守规矩。比方说我们这个台湾人是很自由自在，然后这个国家真的政府蛮好，很自由的。除了你不要犯什么法就 OK 了，了解吗？没有人去监视你，没有人去监听监看你，没有人烦恼你什么，了解吗？你们住台湾的不要理所当然政府好，我们要拥护 ，OK？ 拥护不要做什么给政府麻烦，即使小事情，每个人都做小事情的话，那政府要一天到晚整理，懂不懂？然后要罚，他们又不好意思，又不罚不行，比方说这样，然后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话，国家乱掉了，政府没办法，没有空档时间和头脑想到更大的事情，懂不懂？外交给国家更光荣进步了解我意思吗 ？OK， 我们特别修行的人要小心 ，OK 要注意这个方面，不是我们怕什么，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嘛。好的公民是好的东西 ，OK。如果一个国家和平，我们修行才好了解吗？如果台湾没那么自由的话，你们不能来这边做那么多人了，哪有这样？很多国家不能这样诚恳跟你们讲的 ，OK。如果你们不相信，去别的国家玩一玩。隔壁什么的，不管了，你们学去看看，了解吗 ？OK， 呀，为什么讲到这个地方？
臭豆腐，知道了，哎呀，我就是说，像是你现在不吃也可以的，懂不懂？就吃一点给大家结缘嘛，跟世界结缘，不吃也可以，不会怎样。所以我们修行了以后就不觉得很重要。其实我吃的话也很简单如果吃饭的话，就白饭跟一点绿的菜然后这样子就跟一点酱油就 OK 了。然后就水果不然的话泡面是最简单。不是那种比较复杂的泡面，不是很简单。台湾用那些米粉然后只有一包少那个，没什么很浓那些没什么辣那些 OK。这样吃那个，因为那个咸的味道还习惯，懂吗？所以吃那个给他不要想那么多，让我空档也可以做别的事情，不然不吃也没关系刚好那个吃水果就 OK 了，就这样。前面吃水果嘛，吃了已经饱了，就吃那个泡面也不会觉得怎么很有胃口了，懂不懂？除了臭豆腐，今天的咒语是真的诱惑我。台湾是这个臭豆腐真的太厉害了。我跟你们讲如果你们想一天吃一餐的话，晚上决定不要去那个臭豆腐的地方。OK， 也没关系了 ，OK 了，可以，懂吗？就晚上最好不要吃那么多。不过如果你们不习惯的话，晚上如果不吃就睡不着呢。我有时候睡不着。佛经也有说嘛，因为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的徒弟和他本人都一天吃一餐，因为有很多理由嘛。第一是去托钵嘛，自己去托钵过日子。如果整天去托钵的话，那什么时候去讲经呢？去打坐呢？懂不懂？而且那个时候晚上都没路没有路灯然后看不到等等，所以一天一餐就 OK 了。然后呢，如果有人来供养的话，你不能等待他整天煮饭给你吃了，一天3餐那样子呢，怎么能够嘛？懂不懂？然后什么时候佛就上台讲经什么印心什么一大堆的那个是2个理由。第3就是因为那个印度的和尚的传统，自古也都是这样第4，也许因为佛也知道晚上就是属于那个阴气的地方，属于那个否定的力量所以我们吃的话代价很高，比那个中餐高。所以事实上我们吃一天一餐就 OK 了，就习惯了而已，真的习惯了而已。如果今天没有去医院，然后没有那个肺勤来这边的话，我就早就回去了，根本没想到吃任何臭豆腐、香豆腐什么都不会想到的，了解吗？因为回去会忙自己的那边外面的事情，然后就不用再想，连想也不想的。不是因为就勉强自己吃一天一餐，然后晚上会想着数，不是很轻松的，了解吗？没有，除了比方说有时候生病然后中午不能吃我是忙我是旅行的时候没东西吃，然后晚上就吃一点，当然要代价要打坐更多而已 ，OK。在佛经也有说，如果和尚如果在旅行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碰到那个村民或是人民能够托钵，所以随时可以吃没关系的，了解吗？就要知道这个世界有什么都有代价很高，就对了 ，OK。晚餐比中餐代价比较高 ，OK。对那个所谓的名字的话，好多倍高。不过没关系，它可以消化了。就是晚上就不怎么很好可以吃的，最好他不想吃就不吃了，了解。佛也不是说禁止，只是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了解吗？和尚不能整天去托钵，了解吗？早上去托钵，中午回来吃，然后就洗澡啦、刷牙、洗脸啦，休息啦，然后等下下午就开始讲经说法、打坐，我是做别的事情听懂吗？就不能整天去托钵
不是，如果有人来供养，像那个他们有3个月下雨嘛，就佛都让他的出家人留在一个地方，因为他们衣服不多嘛，如果每天去托钵的话，恐怕回来没衣服穿了，下雨季啊，所以就是嘛，所以他佛在让他们留在一个地方在一起，然后徒弟来供养，人家来供养那个时候就没什么大卡车跟我们一样带那么多菜那么多饭来那么快，了解哈？所以一天煮给他们一餐已经 OK 了，了解吗？很多不同的方面是这样。不过我们如果想要像那个八关斋戒那个一样一天一餐的话，也可以，就是看你们体力了，看你们要不要，能不能呢？我不用勉强 ，OK？ 就是知道晚上吃少一点，然后打坐多一点，了解。观音法门能够化解一切了，就是不要利用这个情况吃太多，因为有很多人没得吃嘛。那个伊斯兰教哈，他们一年有1个月小拉玛丹啊，从早上到晚上都不吃的，晚上以后才吃，懂吗？晚上才吃。第一，因为也许那个时候那个教主穆罕默德被人家追杀，追哪到处都要夺要抢起来嘛啊。然后如果他们拉玛丹就是集合很多人呐，所以不能白天煮饭什么都比较不方便啊。白天就躲起来打坐什么的，然后晚上才可以吃饭，因为在煮饭呢，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炉什么，没有瓦斯炉，所以一煮饭就烟了，懂吗？烟上来，而且很多人呐，所以他们才这样。第一、第二，要他们徒弟啊，就了解别人的苦心啊，同情那个贫穷的没东西吃的人，因为这个世界这个时候还有百千万亿人，去睡觉子空肚子去的，整天没得吃的，小孩也都有。你们看电视也会晓得，看电脑也会知道，还有看电视，看普通的电视哈，还有看电脑也代价很多，所以你不要那个眼睛不要黏在那里哈，该看就看 ，OK。我都没看了，他们有放电视，在我山洞里面一个小小在角落的，不过我都没看，他们都到处都放电视，我目前都没有看，没时间，而且没兴趣，而且看了，等一下又打坐很辛苦，也是代价很高，懂吗 ？OK， 你们的话也是会有代价了，比较小一点，就是还是要多努力。比平常打坐才能够化解那些，因为电视啊、电脑嘛，就是普通的人嘛，懂不懂？忧虑很多，竞争力很强，压力很高，所以我们看他们，有时看他们做事情，跟他们沟通，就会开一个通道给否定的力量进来。所以晚上后来你们就会做噩梦，我是说怎么乱七八糟的梦，我是打坐有所不闻不过看一点是没关系的大概半个小时、1个小时 OK。除了你是工作是没办法，多念5期 OK， 多打坐。这个世界有什么好玩？都是代价很高，连我们菜也堵的，不是因为化水的关系而已，不是因为我们那个地已经堵了，也不是因为我们水已经堵太多了，快死了。我们的水多数都是死的水的，不是没有灵气的水，没有滑稽的水，了解吗？我们没办法之后了，不是因为那样子而已，就是因为很多的菜东西都会自己有毒分的，所以不是吃很多就好了，了解吗？不是，而且吃很多复杂的东西混在一起，肚子不知道什么分类，懂吗？等一下就有问题。不过人类多数习惯了，
所以不吃才不行的，懂不懂？不吃才不行。那尽量吃刚好，也不用说很多才补，不一定。OK， 不一定，越多东西混在一起的话，那个毒的越多嘛，懂不懂？有时候跟这个跟那个不合啊，然后我们就混在一起吃，又增加它那个否定的副作用。OK， 然后就有这个病那个痛，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我们吃饭菜的习惯了，不是每个菜都毒的，不是每个水果不毒的，连水果也有一些毒的，不是每个谷类都好的，懂不懂？饭是 OK 的，其中一个 OK。那我知道很多，我现在不讲，你们就不吃饭了，就怪师傅说我在抽了，都不敢吃东西。师傅说都煮，我不敢吃没关系，多努力，打坐 OK。那边也随时要跟内在沟通，要跟师傅力量沟通。不管那么多月亮星星他们自己会加持的啦 ，OK。不用注意外表，外面太多，了解 OK。因为师傅的力量随时都在，那个星星月亮有时候会盖住了，是有时候季节不一样，要没有，懂吗？这个那个 Master Power 随时都在24小时不停，那我们就靠那个，因为那个是我们本人自己的，没有借别人，懂不懂？佛的力量，佛性也释迦牟尼佛有，不过我们也有，是我们的本心的嘛，了解吗？我们就把它挖出来，给它多发达，多亮出来给我们用而已 ，OK， 靠这个是最好，因为师父的力量，不是佛性，不是 Christ 都一样，在我们里面了。疫情的时候，给它已经行起来，把它打开，让它显露出来了以后，我们就沟通了，懂不懂？跟那个大的师父，宇宙的沟通。所以我们靠那个是最可靠的，了解它 OK。然后别的星星、月亮、太阳能加持我们的话，都更好啊。帮忙一点，懂不懂？就 OK 了。然后吃饭的话，最简单够营养就好了。有一些人吃很多，不过也胖不起来，然后还是病了，懂不懂？不过不是说靠一天一餐才成佛，不是哦，不然很多饿死的人会早成佛。我是蛇啊，比方说蛇啊，它吞进去一个大箱然后它躺在那边。几个礼拜、1个月消化，因为它没有消化的那种系统，不像我们那样，它就能靠里面那种浆什么那种化学什么的慢慢消化我开玩笑了，哪里蛇吞到一个大箱？你们还在那边静的了，静的认为对的呢。师父讲什么合道理才相信，不合道理就不能相信。这个开玩笑的OK。因为有一本书嘛，叫Pretty Prince，Little Prince， 小孩子嘛，他画一个画有一条这样，然后上面凸出来很大的，然后他就跟大人你怕不怕？那个大人说我怎么怕一个帽子呢？然后他觉得。大人没有想象力的，是啊。OK 你们不要吞大象就对了 ，OK， 就可以消化很久。我们吃简单的话，那个肚子比较简单消化也不用一次吃那么多样懂不懂？比方说今天吃1、2样，明天吃2样，然后中午吃那样，早餐吃那样子。OK， 不过如果肚子饿不舒服，一天到晚打坐就想到面包的话，拜托要去吃 OK。我吃一餐，因为我能够了解吗？然后我不会想到别的东西了，我想就去吃了，我没这么严肃了，了解吗？不过不想除了你拿臭豆腐上今天那里，郑子开。
太会懂事了。那如果能够就是不用勉强 ，OK 哈，OK 了，就是这样了，大家看好了啊，要回去了，9点了，砰。奇怪，我说我爱你们，觉得不一样。他说 I love you 就不一样了。I love you guys 。Thank you 哈，谢谢。谢谢你们的爱心。谢谢。I love you。